4种健康花，专吸二手烟，24小时守护身体健康。医学权威期刊《柳叶刀》追踪30年结果显示，影响中国人死亡的前5个疾病中，竟然有3种疾病都与吸烟有关。那么，怎么从家庭养花的角度来减少吸烟以及二手烟带来的伤害，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到老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详细说说吸烟花，特别是第3种，效果简直太让人吃惊了。如果你对健康或家庭养花感兴趣，欢迎订阅花花的频道，并奖励花花1颗小红心。1. 虎尾兰。说起吸收有害气体，虎尾兰说第1，恐怕没人敢说它是第2。为什么花花敢这么肯定呢？因为虎尾兰一直被称为是绿色的空气净化器，所以如果家里有吸烟的人，一定要养盆虎尾兰，它能强有效地吸收吸烟排出来的有毒气体。养了一盆虎尾兰，相当于在家里装了一张过滤二手烟的大网，这样就能24小时保护家人的身体健康。那我家没有烟民，好像与我关系不大嘛。如果你这么想，那么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就算家里没有吸烟的烟民，也强力推荐养一盆虎尾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那是因为专业的甲醛公司的测试数据显示，10平方米左右大小的房间，养一盆虎尾兰的话，就能吸收超过80%的有害气体，特别是空气中的甲醛、苯、TVOC 这些有毒物质。空气质量变得优质了，对于我们的肺来说，压力就没有了，以后患上肺癌的几率也能降低。极力推荐虎尾兰的原因，除了它的吸毒气效果惊人有效外，相对来说也非常好养护，对于新手也超级友好。接下来花花就总结一下养好虎尾兰的几个关键点，记住了，我怕你到时候家里多到放不下，每天都想扔几盆。说到养护要点，很多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浇水，那你可错了。养护虎尾兰最重要的是它的摆放位置，比如夏天放在外面露养，分分钟就死了。对于它来说，最好的位置是温暖明亮的地方，比如家里有太阳光照进来的阳台就是非常好的位置。当然，放在阴暗的环境里面不至于死掉，但是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，而且叶片不会油亮，新芽也不会多。除此之外，第2点就是浇水。浇水的关键就是缺水时再浇水。怎么知道缺不缺水呢？用手摸一下叶片，明显变软了，花盆拎起来后也变轻了，那么就可以浇水了。浇水的时候也有一个点比较重要，那就是水不要哗啦的一下子全倒进去，要慢慢的浇。第一下先浇一点点，等水渗下去以后再浇一点，这种方式能保证水能大部分渗透到土里。这种方式下，盆里有水流出来的话，证明水浇透了。家庭养护只要这2点做到了，没准过2年虎尾兰还能开出幽香的小花，寓意也非常吉利。2. 龟背竹。龟背竹也叫龟背玉，因为它叶片的形状和乌龟的壳很像，所以取名龟背竹。又因为它的名字中带有龟字，所以又有着长寿安康的寓意。那么龟背竹与吸收有害物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就要从它本身的特征说起了。养过龟背竹的都知道，它有一个特征，那就是会从叶子上长出气生根，也就是这个气生根能吸收室内90%的有害气体，还能吸附烟雾中的尼古丁、烟焦油、一氧化碳等。最让人惊喜的是，它还能代谢掉一些有害气体，将它们转化为植物所需的养分。所以龟背竹净化空气以及清肺的效果也是一流的，对于吸烟家庭也好，空气环境不好的地区来说，都是首选的观叶植物。养护观叶植物的痛苦就一个，那就是叶子小，出不来观叶效果。对于龟背竹来说的话，就是迟迟不肯开背。对于这个点，花花有一些建议供你参考。首先，龟背竹要放在半阴的位置，半阴的意思就是说阳光不能照射到，但还能辐射到的地方。其次就是一个大雾区，很多花友认为龟背竹不开背是水分不足，所以一个劲的浇水，其实则是过犹不及。如果龟背竹的水分太多了，就会出现叶片越长越大，却一直不开背的情况。因为植物的本能就是生长，水分充足，植物要变大，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如此。通俗理解就是它只顾着长大了，没心情变美。另外还有一个小窍门，要经常给龟背竹喷水，比如啤酒兑水喷洒，或者擦拭叶片，
不但开背，还能让叶子更油亮。上面介绍的2种都是常见的绿植，不但能吸毒气，装饰家里也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觉得花花说的有一些道理的话，别忘记关注花花，并奖励给花花一颗小心心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种大补货，价格也不贵，而且比上面2种都容易养护。如果你想达到吸收二手烟的功效，还不想花太多精力打理绿植的话，那你就选这个准没错。3. 吊兰。吊兰被称为室内净化专家，能吸收空气中90%以上的甲醛、苯、胺等有害物质，并释放出大量的负氧离子。这个负氧离子想必大家都听过，但你知道吗？负氧离子在医学界享有空气维生素的美誉，所以吊兰产生出来的这种物质，既能够有效地消除二手烟对人体的危害，也能提高人的睡眠质量。而吊兰的养护可以说非常简单了，不但可以土培，还可以水培，不但可以放在地上养，还可以吊起来养。所以绿植圈里都有一句话，不知道养什么的话，就养吊兰吧。俗话说得好，养活容易养好难。如果想要养一盆郁郁葱葱的吊兰的话，我教你3个点，照做后你可以成为吊兰的专业户。第一，要散射光，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散射光的概念。所谓散射光，就是只能见到光，但是太阳还照不到的地方。第二，要勤喷水，吊兰可以土培，也可以水培，所以它对空气的湿度要求很高，最好是达到70%以上。你可以干了再浇水，但是一定要勤喷水。通俗的理解就是，看到它了就拿喷壶喷2下，这样叶更大，芽更多，郁郁葱葱的效果就出来了。第3，要酸水养护，吊兰是喜欢酸水的绿植，所以可以适当使用以前花花介绍的橘子皮水、柳叶汁水来给它浇水，这样我保证你的吊兰花盆里全是大白根。前面3种我们从吸收二手烟、净化空气的角度分享了3种绿植，接下来我们从实用的角度介绍一种绿植，所谓内外并行，方为上策。4. 薄荷。薄荷既是一种绿植，又是一种香草，还是一味药材。据中医资料记载，薄荷的主要作用是清肺化痰、宣肺润肺、止咳利咽，说直白了就是对肺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也是吸烟人群或者吸二手烟的人所缺少的。那么薄荷为什么可以利咽清肺呢？那是因为薄荷中含有一种叫做薄荷脑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刺激呼吸道黏膜，促进呼吸道分泌物的排出，所以很多治疗咽炎以及肺部的药品中都含有薄荷。而薄荷的食用方法也非常多，我们可以直接用新鲜的薄荷来煎鸡蛋，或者薄荷炒牛肉。更简单的方法则是直接用薄荷叶泡水喝，既简单又持久。但养护薄荷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点头疼，经常会遇到养着养着就死了的情况。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通风不良导致的，所以养护薄荷的环境一定要通风再通风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想要薄荷叶子长得大，不要一直往高长的话，一定要舍得修剪，去除顶端优势后，营养和水分就会促使薄荷长得叶子大、嫩芽多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如果看到了薄荷的花苞，一定要及时剪掉，这样才能让薄荷活得更久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4种吸烟花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，让你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。喜欢花花的内容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留言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